拍照时很常会需要让背景虚化，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两张照片。可以发现，虽然是同一个场景，同样的主体，但右边的照片中，主体看起来就比左边的照片更明确，第一时间就可以让视觉聚焦。简单来说，背景虚化就是让背景变得模糊。这么做除了可以让照片感觉更有深度之外，同时也可以更凸显主体。若使用的是单眼相机，背景虚化很容易就可以达成，但利用手机就必须透过一些方法来完成。这部影片中，小蓝狐将提供3种方式，让你轻松用手机达成背景虚化的效果，赶快来看一下吧。在开始介绍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。由于感光元件及镜头等硬体规格上的限制，让手机比较难拍出背景虚化的效果。但硬体上的不足，可以透过演算法、智慧运算来补强传统光学成像的表现。因此，手机拍出背景虚化的第一个技巧就是，既然称为人像模式，那么当然就是要让人像更突出，其他的部分变得模糊。为了看出差异，我们先开启手机一般拍照模式。目前可以看到，手机镜头跟主体间的位置，也就是跟杯子的距离，大约15公分左右，大概是一只手掌的长度。目前拍起来是这样的。但如果我们将拍照模式改为人像模式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画面瞬间被拉近了许多。但目前萤幕上看来，主体没有办法完全捕捉。我们稍微将手机移动一下，因为小蓝狐这里的桌子比较小，若要移动远一点，就必须架设在云台上，才能完整的捕捉主体。移动好之后，再重新观察一下目前画面上看起来的样子。可以看到，当使用人像模式拍摄时，主体一样保持清晰，但周围物件的模糊度效果却变得更明显了。目前拍起来是这样子的，跟刚刚一般模式拍摄下比较看看，就能清楚地看出差异。手机的背景虚化主要仰赖于演算法的处理，但既然是演算法，就可能会有不准确的时候。要减少演算法失误的状况，建议在场景的选择上要避免过于复杂，背景跟主体颜色色彩过于接近，主体跟背景交界的轮廓尽量单纯明显，同时光线要充足，这样手机才能更准确的辨别计算。但如果你的手机不是比较高阶的机款，只有单镜头手机，或是没有人像模式的手机，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拍摄时的物理特性来达成。若你的手机只有最阳春的拍摄功能，那么就可以试试看主体跟背景之间的距离加大，就跟人的眼睛一样，离我们越近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晰，离得越远就会越模糊。我们先点选萤幕，让手机对焦在前面的主体上，来看一下，当我们将酒瓶放在靠近桌子中央的位置，在一般模式下，手机画面中看到的样子，可以观察到酒瓶上的字样还是多少可以辨别。接着，我们将酒瓶往后移动，移动到桌子的底部。虽然直线移动，但从手机萤幕上看来，前面的玻璃罐挡住了酒瓶。我们稍微将玻璃罐往旁边移动一下，直接从萤幕上就能看出差别。当往后移动的时候，产生了近大远小的效果。除了感觉酒瓶变小之外，酒瓶上的字样也变得越来越模糊。这时候再来拍一张，跟还没有移动前做比较。从2张照片对比中，就可以直观地看出距离对虚化所产生的影响。但如果你的手机很阳春，而且家里也没有太大的空间，让你可以把距离拉远，这时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如果前面2种方式都拯救不了你的主体，只能使用最后一招了，使用手机修图吧。以下2张照片，左边的背景是真实拍摄的样子，右边的背景虚化效果是利用手机修图后的样子。如果前期能拍好，当然尽量前期拍好，真的不行，就透过后期修图补强吧。在家用手机就能拍，你学会了吗？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。拍照并不难，记得试试看。